2024年12月25号，今天是圣诞节，我们欢迎大家在圣诞节的这个时间点呢，也上来跟我们，就是跟讲师一起在线上，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讲师已经来到线上了，我们的郑小芬团长，麻烦你喽。伙伴好，好，谢谢贝学院哈，然后知影团长的邀请。那当时其实在跟知影团长这边讨论说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或议题内容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想了很久哈。那因为我自己其实在担任罗浮顾问的这个时间大概2年3年也不是很长，所以针对罗浮的这个部分的特定议题可能没有办法太深入。所以想了一下呢，就想了一下一个，就是自己从参加童军团之后到的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跟经验，来跟各位伙伴来做分享，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有点班门弄斧了因为这个在很多的前辈的面前那我的这个童军资历还不算太长了但就是在自己加入童军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跟心得跟大家来做交流。好，下一页，谢谢。好，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学经历以及童军经历那我自己是童军家庭，那我自己的本职是环境工程，我是交通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毕业。那在童军方面的经历那目前是三方童军团的副总团长跟罗福群顾问。那在这个之前呢，是幼童军团团长。那在幼童军团长的这个位置上，大概服务了大概4到5年这样子的时间。那其他童军基地就是像简报上面所显示的这样。那除了童军的一些基训章训之外那就是除了自己对这个户外领域、户外领导以及在环境教育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去参加一些演习跟训练。所以我自己也是LNT 的 M1，那在急救的这一块是 WAFA，然后也是 EMT1。那我自己呃在前公司在前公司服务的时候，我就利用时间去上课去参加这个环境教育讲师的认证。那也参加了总会办的 SDGs 初阶讲师的研习。好，下一页。那这是今天的简报大纲我就大概把它分成这4个项目说从开启，那从承担、传承到永续的这4个过程跟内容来跟各位做分享。下一页。那首先是开启的部分，下一页。那那其实在一开始那我承认说我自己加入到童军团的这个过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在这之前，我没有参加过童军的活动，但是我自己认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认为童军的活动对青少年、对孩子的本质是好的，所以我让孩子参加。但因为其实我当时的工作、生活跟家庭都非常的忙碌，那当时我想说让孩子参加童军团。那童军团当时的三风团有规定就是家长必须要参与家长研习。好，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然后拖到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已经到最后一场次了那从从开始的字幕机、柚木机，然后都错过了，然后到后面也就是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就参加头目机。所以头目机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基本训练。那当时三风团是说，你的孩子在什么年纪就最好是参加什么类别的基本训练。那因为当时我是不是很情愿的情况之下参加这个基本训练只想说应付一下，交差就表示说我有去过就好了。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张照片，我当时连制服都没有。好，当时是家长的一个身份在参加这个家长的研习了那参加之后应该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同学运动的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样貌，以及当时的这些 staff 们他们一些很热忱服务的一些精神那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感动，
被感动那所以我在第2阶段的时候呢，就从原本就是我是一个家长的身份呢，那我就自动自发的就在第2阶段的时候就穿制服，然后参加第2阶段的研习。那从参加完这个基本训练之后呢，那我又想说，我就陪着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那我又陆陆续续的去参加其他的基本训练，参加柚木机、字幕机。好，那从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变成说，从带孩子在参加团集会的这个过程，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在团内也协助以及到执行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不好意思。那另外就是我参加到团里头去之后呢，就是开始承担像副团长副团长与团长这样子的角色之后那我其实依我自己的本质是环境工程，那我当时去查了一下，就是三峰团他过去所推动的一些活动训练或计划，我就看到说，好像没有特别在环境的这一块有一些怎么讲，有活动了那所以我就跟团内去做沟通就是说我有兴趣在这一块上面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开始来尝试来推动一些跟环境教育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计划？那一开始只是想说试水温试一下说看团内对这一块的反应怎么样。那没想到说一开始提出这样的想法之后呢，团内就是也很快就有共识，然后就也答应了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所以就之后就开始在推动这个跟环境相关的一个活动或计划上面。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三峰团给我很大的支持那也给我很多的就是在发挥上面的舞台，然后可以让我在这部分有很多的尝试，那以及提升我自己的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获得很多伙伴的支持，那我们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那理念也都很接近，那我们很愿意说一起为青少年来做努力。那最后还是说我在参加童军的这个过程当中，于公于私先讲于私的这一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原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原先希望说我可以成为童军家庭，那没想到说我一个人进来之后呢，小孩子先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后我先生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变成童军家庭那就变成在童军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的互动就更多也更密切。下一页，谢谢。那参加童军之后那其实在参加童军之后，我的心态跟我的想法，以及在眼界上面，我其实有很多的转变跟成长那其实小到我的个人然后一直大到我的亲子关系、职场跟家庭，都有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变化。那我在参加童军活动之前那其实我是一个蛮严肃，那比较一板一眼，比较放不开的，比较放不开的人那参加童军活动几次下来之后，就在这部分就比较放得开，比较放得开。那主要在个人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参加活动、参加训练的时候，那其实都会一直跟我们重复童军的诺言、规律跟名言。那其实就根据童军的诺言、规律跟名言，那这个对我个人，我自己，以及我跟孩子之间，以及说我在工作上面跟家庭上面呢，我都可以因为童军的诺言、规律以及名言提醒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也可以让我更放低、更放下我自己。那其实，在以前参加基本训练的时候，我说过我是不情不愿、不甘不愿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其实，在当时要过道心门的时候呢，团长都会问说：“请问你是自愿的吗？”那其实我是很想举手，当时我是很想举手说：我说真的，我不是我是被逼的但是在当时想说，为了小孩子，那在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放下很忙的工作跟家庭过来这边。那其实过道心门之后，那一次过道心门之后，真的放下自己的心态跟
跟身段之后，那确实在接下来那几天的研习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下一页，谢谢。那我在接触环境教育的契机哈，主要在于说，因为我本职是环境工程，那当时我去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哈，那我突然间发现说在当时总会有一个环境组，那这个环境组当时在推动 WSEP，就世界童军环境计划，那就引起了我相当大的一个注意了哈，我就开始注意到说，哎。那原来童军也有在针对环境，特别针对环境的这一块，有一些计划跟活动，那甚至总会有一个像环境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在帮忙在 push 在 push 这一件事情。那后来又没多久之后，又看到亚太区哈，2013年亚太区的环境教育的研习在高雄的佛光山，因为就在台湾，所以当时我就跟团内表示说，我有这个意愿想参加。那团内当然也二话不说，就推荐我到这个亚太区的这个研习当中去受训哈。那之后隔一年之后，我又自己到这个就是2014年亚太区的一样是这个环境教育的研习，只是说这个研习它办在澳洲的达阿德雷德。那因为这2个亚太区环境教育的研习哈，就等于说打开我在这个环境教育的这一块在推动上面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门啊哈的一个门，就开始从那一次之后，就陆陆续续在团内推动跟环境教育相关的活动跟计划。下一页。好，那接下来是呃承担哈，就是开始在承担团内的一些团务跟事务。下一页。那参加童军之后呢，其实童军给我非常多的第一次啊哈。那我刚刚在个人简介当中跟各位提到，除了基本训练，然后基本训练、木章基本训练、木章训练以及服务员的增能研习之外，那参加童军也是让我有第一次担任团长的机会。那我第一次担任团长是担任这个幼童军团的团长。那从那个之后，参加环境教育的研习之后，又开始陆陆续续也给我很多的第一次机会，让我去推动、去办理一些比较大型的全团性的活动跟计划，还有一些论坛、工作坊及这个环境教育的旅行跟参访。那可能这些项目就包括世界水资源日，那 LNT、SDGs，然后第9部落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等。那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世界水资源日，因为在这之前哈，那大概三峰团大概是就是也算是第一个在推动就是跟环境相关，就跟我省这边在推这个环境相关的 issue，然后把它应用在活动或者应用在团集会当中的哈。那当时在推动这个世界水资源日的时候，那其实我当时的心态也是说先试一下，因为也不晓得团内的反应会怎么样。那因为我们毕竟是传统的一个童军团呐，哈，那还是会以童军的活动、童军的一些进程为优先，所以当时其实在推这一块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是很不安呐，只想说反正就先试试看哈，就先试试看。那没想到说，在世界水资源日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哈，给我很大的信心哈，因为那一次光是我们整个团报名的人数就超过100位，好，超过100位，好，那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开始，从2013年、2014年之后，就每一年三峰团都会办理在世界水资源日的时候都会办理相关的活动。那其他的第一次，包括亚太区的环教研习，还有接待国外的委员。那也因为童军活动，我接触到白鹭计划跟户外领导，那还有全国大露营，那呃跟跟团跟家人一起到泰国跟韩国参加国外的露营。那有获颁这个服务员的奖章。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想都没想过的，就是进一步的去参加这个助理训练员的这个的研习哈。那之后就是也第一次参加这个第一次主持基本训练哈，主持同行木屐、自由木屐以及罗木屐。那也第一次担任这个木章的辅导，那第一次来跟伙伴来做颁发。
好，那另外就是我也第一次因为参加童军哈，让我第一次到国外去参加美国童军的幕章训练。好，这个之后会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主要就是除了这一些之外，哈，那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发现我自己心脏很大颗了。好，那当时抱持的一个信念就是走出校园，哈，就是我们童军是很户外的，希望说原本都在校园内做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外面去，让他们走向户外，然后上山下海这样。好，下一页。那我在开始承担团务的时候，哈，我当时就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能够给出什么？好，那我们能够给出什么？还有以我自己参加的这些研习，那我的专业背景，我能够给我的团什么？好，所以我当时想了很久，哈，想了很久，那也跟团内也做了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交流，哈，进一步的那。在学校的一个教育里头，哈，大概就是我们会一直塞东西给小孩。那其实我们在童军的一个活动当中，在团军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好像也在重复学校教育的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免俗的想把这些东西很多的都塞给小孩子，好，但是后来想一想说，我们塞东西给孩子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做的一些经验，好经验。所以呢，我这边有引用了这个洪兰博士洪兰博士以及这边一些呃就是我自己一直很赞同的一段话了哈，就是教育它不是注满一桶水，我不是把东西，我不是把这个水装满，而是点燃一把火，点燃他对事物好奇学习的这个有热情的火。好，下一页。那想了这么多之后呢，那总是要做啊。好，所以再怎么说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哈，就是当我们做好了这些的想法准备之后呢，就开始要往外推，好，往外推，开始往外跨出第一步。好，下一步，哎，下一页。那这个是过去哈，我自己在三峰团里头哈，就是跟伙伴一起哈，曾经举办过，或者说我们这边曾经参与过的环境教育相关的活动。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每一年的3月22号的世界水资源日，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2024年，已经推行了10年。好，不好意思。那另外一个是环境教育旅行哈，好，那有山有海。那另外其他部分就是一些教案社，把环境教育相关的环境教育生态探索相关的这个内容，把它放在大陆营，放在童军节，放在揪他揪体，然后放在团集会，那以及其他也办理过这个地球1小时哈不插电演唱会，以及电影欣赏跟讨论了哈。那还有其他就是在结合这个 MOP 办理这个指数跟户数哈，那我们先后跟不同的场地来做接洽，有去办理了3次，这个在植树节的时候有办理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那其他部分可能就是搭配总会这边在推行的一些呃架构了哈，像很早以前有办理过这个环境医学院，好，环境医学院，那以及后来的 SDGs，然后 SWA，还有全国童军服务日，那以及以及我们一直在推动的这个美好世界架构等等。好，下一页。那这个是这因为这些哈都是我的算第一次的哈，所以我就把这些过去的这些第一次哈在团内曾经做过的一些 banner 跟这些badge 就把它放在上面呢，给各位跟各位来做分享哈。那这是过去办过这个地球一小时跟世界水资源日的这个 badge。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我们办那个One Scout One Tree，One Scout One Tree，就是在植树节的时候，每人至少种一棵树这样的活动的那个时候做的 badge。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我们把环境相关的 issue 把它带到，把它导入到这个新竹市童军节庆祝大会里面的分站活动当中。好，下一页。那另外就是环境教育旅行哈，我们这边就是包括有一次是跟山有关，有一次是跟海有关哈。那最右边的这个哈，是我们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哈，第一次推动世界水资源日，然后当时在团内外有引起一些
就是团外有一些伙伴，有得到说这样的讯息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办理的活动，他们很好奇啊哈。那所以当时很荣幸的就有接获到这个汉声广播电台的邀请哈。那针对这个世界水资源日的一个活动计划，来这个网络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下一页。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三峰团的罗福群哈，罗福群他们把过去三峰团在推动环境教育、生态探索相关的相关的一些活动跟计划，把它做成3折页，好，3折页，然后它有中英文版，那我这边放的是中文版，那这个中英文版，再放下一页，谢谢。那把过去三峰团举办过的一些活动跟计划的一些照片跟过程，把它放在这个3折页上。那我们在今年5月份到泰国去参加亚太区的 Scouts Go Solar 的活动当中，就把这个3折页在当时亚太区的一个会议上面来对亚太区的伙伴来做说明。下一页，再按一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那其实也刚刚也跟各位讲说，这些相关的环境相关的 issue 这些活动，在从第一次的水资源日到现在2014年到现在2024年，大概10年左右这段时间哈。那其实到后来其实有点这该怎么说？这个已经有点端不出新把戏哈。端不出新把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很想要说有一些新的元素、新的资源可以进来。所以当时因为刚好又是叶红军团长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哈，那所以就想办法在社区资源当中哈，来找资源、找合作。好，下一页。下面这边就是我们这边曾经找过的这些相关的社区资源，来给我们来做协助、做资源的这些合作对象。那包括公部门，那包括一些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以及一些协会等等哈。那大概就包括河川局、环保局、那博物馆动物园、那消防局以及新竹一个很有特色的眷村。好，那另外就是新竹市的莆田宫、宝山糖厂。那另外就是我们跟千甲社区、幻象基地、香安社区以及康良社区等等都有一些交流。那还有一些在在在地的一些像交大、清大以及中华大学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上面来来做交流。那我们会邀请工研院还有科学园区那边我们的家长或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学者专家到我们团内来做分享。好，那另外就是在活动当中会结合，就是跟慈济环保站、那荒野的解说员、食物银行、关树基金会、主妇联盟、红十字协会等等。那这边呢，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哈，那一起来做办理。那最近的话，就是有接洽的是新竹县的衡山协会。那这个的话是团内的每一个年度的这个爱心捐赠，就是捐书的活动到部落。那以及最近就是我们节人团长有投入的这个千里步道协会。好，下一页。那在团内在运作这些活动跟计划，长时间下来哈，那当时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有一些转变。好，所以我就就开始在想说，那如果我要做调整的话，我要怎么去调整？我要往哪个地方去走？往哪个地方去做呃做调整啊哈。那所以当时有第一个就是先想到说调整专科章，专科章纸笔测验的一个方式，不是说完全去摒弃掉它的一个纸笔测验的一个方式或做法，而是去调整它的方式，可能只是减少说它纸笔测验的一个比例哈。那另外就是希望在我们的团集会的活动，我们推动的一些活动，让孩子去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可以跟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可以做出一些区隔，以及跟坊间的营队可以有差异。那在我们的团集会活动当中，可以让孩子去看见，去看见他课本上可能他看到活生生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在学校在做操作的部分，他在童军团
在团集会他可以去看，他可以去做实践。那这些活动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走到孩子的心里面去，然后他可以跟生活上面有产生一些相当程度的连结，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就是他来参加过之后，他可能回去，然后什么又都忘了这样。好，那最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带着走的能力了哈，就是给他鱼吃，那还倒不如教他钓鱼。那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其实不只是孩子，服务员也是，包括我自己，好，在在这些活动跟过程当中，看见自己，发现自己，知道说原来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然后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这样。好，下一页。那这个照片哈，跟各位分享的是，上半部这边是我们办理这个钓鱼专科章哈，钓鱼专科章当时就开始在团内思考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哈，就是可能他在一般的一些大型活动或是一些甚至高考营，他平常就会接触到的一些专科章之外的，好，他可能平常接触不到的比较特殊的专科章，我们就拿来做假日专科章的办理，或是结合我们的春训，或是我们其他的活动，就来办这些比较特殊的专科章。那另外就是生态保育专科章，那也在我们平常在那个平常孩子在高考的时候，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会遇到的情况是，他们的纸笔测验还是有占一定的比例。好，但是在我们的生态保育专科章，当时第一次尝试让孩子用行前作业以及做影片欣赏，以及他们自己去收集资料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到呃到春训或是到我们的教育专科章的时候，他们自己来做口试，来做分享。好，下一页。下一页。那这个的话，哈，是又是另外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平常大概不大会有机会会接触到会开的专科章，哈，是农药跟昆虫专科章。好，那当时我们除了结合地利之外，哈，因为当时是在山上，在里山图营地办理，好，那所以我们就结合地利来办农药跟昆虫的专科章。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专长，也没有这个资源，所以呢就向外寻求资源，就寻找跟邀请哈学有专精的专家来帮我们的孩子们来上课，让孩子们先参与研习之后，再参与这个专科章的考核。那这个画面哈是在这个专科章的办理过程当中的情况。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哈，那各位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有看到有桌子呢，有几张纸在上面。那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是，孩子们第一次尝试是用跑台的方式，用跑台的方式哈，来做这个专科章的考核。那另外就是我特别要一提的，就是右上角的这个照片哈，右上角这个照片右边数过来第二位，哈，这位伙伴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哈。那在我现在因为我非常很思念他哈，以及他在当时在办理这个活动之后给我的帮忙哈。他一当时听到我们要办理这个农药跟昆虫专科章，然后知道说我们有蛮多伙伴会参加，他二话不说自愿来担任这个事务组。事务组，然后把全家都抓上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来帮忙我们来做这些事务上面，以及帮我们准备我们的食物。好，下一页。那这个是农药跟昆虫专科章研习的照片。好，下一页。那在这个呃，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在整个推动活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转捩点跟一些契机，哈，来促成我说，除了这些改变之外，我是不是要有再更进一步，就是更深入的，然后可以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不同的课程啊，哈。那所以当时也很幸运的，就是有接触到白鹿计划。好，白鹿计划。那白鹿计划当时在推动的就是户外伦理、户外领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教我们说，怎么样可以跳脱框架。哈，下一页。那白鹿计划
在推动这个户外领导哈，户外领导的这个地方哈，它其实比较着重在这个领导力的培养，好，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强调这个 stake，就是当你今天是一个领导者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你怎么透过一些行为，好，你怎么样怎么开始停止，然后跟伙伴做嘉许、做鼓励，以及继续继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这整个流程不断的一个重复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做进行，来达到说，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以及达到鼓励伙伴的目的。那另外就是他也提到这个 SMART，就是当你 SMART 以及这个species， species， 就是我们在担任这个团领导人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有这样的任务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带你的团队来设定目标、设定愿景，然后怎么样哪一些方法可以去 approach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愿景。好，下一页。那所以接触白鹿计划之后，以及我自己在参加LNT 的 M1高阶讲师的训练之后，开始就在团内在推这个 LNT 的 trainer，他以前叫 trainer， 现在叫做 L1， 就是初阶的中资讲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共办理了4个场次。那最刚开始是在2019年在宝山糖厂，那当时是办室内办户外，办室内办户外这样的方式在办理。那直到我自己参加了跟白鹿团队参加了在瓦拉米上面的一个步道上面的实践之后呢，从那之后就开始把 trainer 的课程就全程拉到户外，拉到户外去，在步道上让我们的伙伴来实践诺言规律，来实践这个 LNT 的准则那后面3次就分别是在侠客罗，然后在合欢山主北峰，以及在最近的这一次是在今年在里山图营地。下一页。那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是在参加美国童军美国童军的募章训练。那这个是2019年，他们的募章100年，募章100年，当时他在亚太区办的一个的募章训练当时的地点是在日本。下一页。下一页。好，那这个美国童军的募章训练那如果在座伙伴也是募章持有人，或是曾经参加过募章训练的话，应该对于我们的常听到的募章3部曲应该不陌生了那这个地方一开始就让我觉得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行前作业，它行前作业。那我们的募章训练应该各位应该还记得说，我们会拿到一本的笔记本。那有一些题目，我们可能在这之前就要先把它写好。好，那其实，在 BSA 的这个募章训练当中，它也有，但是它的这个题目它有20题，但是它这边有强调说，除了你之外，不会有别人看到你写了什么，不看，然后这个你也不需要带到课堂上去交给谁，但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检视你自己，你有兴趣的是什么。那你过去的一些 leadership， 你在做被领导这部分的经验，以及你想接触到的一些机会，以及未来你希望做的事情，这样。好，下一页。下一页。上页，不好意思。对，下一页，下一页。好，那在参加这个 BSA 的募章训练之前，他的行前作业以及他的 announcement 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他要鼓励这个成人服务员来参加他们的募章训练，所以他有提到说，这个募章训练是 open to all， 就是他是对所有的 all scout leaders 是开放的然后他们也认为说，募章训练是对于训练一个服务员来说最好的一个方法。好，下一页。那这个是当时就是 BSA 就
美国童军的幕章训练他们的一个的 logo。那从他们的 logo 上面你可以看到有5个主要的元素哈，就是连结、引导、成长，然后 empowering 就是强化你的强化力量哈，以及说强化你的一个价值哈。那他们认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去练习你的 leadership 跟你 team building 最好的机会。那可以让你自己的团，你回去之后可以让你自己的团变得更强大。那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说你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过程当中你要觉得它有趣，然后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遇到很多很不错、很优秀的伙伴。那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 BSA 对于这个青少年教育、青少年领导上面的一个任务以及他这边提到的 servant leaders， 就是我们在幕章训练之后、幕章承诺之后的一个服务哈。下一页。那这个是开训那一天哈，就是所有参与人员的合照哈。那从这个照片当中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各位仔细看一下，所有人都是穿上 BSA 的制服，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BSA。好，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都没有因为我不是 BSA 而对于我有所保留，或是对于我有一些有先入为主的一些看法了哈。我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都没有，而且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一个人不是 BSA， 所以他们对我都给予我非常多的一个帮忙。下一页。那这个是我的小队哈，叫 Antelope 哈 ，Antelope。那中间这一位跟我们穿不一样衣服的这位是我的小队辅导小队顾问哈，小队顾问。那他在我们的幕章训练结束之后，给每个人一封信，然后那封信是他亲手写的，以及在最后面他写了两行哈，我到现在一直都会记得这两行的话。好，他要我们 go forth， 然后 be awesome， 好，就要我们往前进哈，就往前进，然后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好，下一页。上页。那这边哈，题外话哈，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这是我的小队哈，这个 Team Antelope 哈。那从左边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只有我一位是女性。那我们有五个小队，那每一队都是只有一位女生，其他4位是男性哈。那这边也是一样哈，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那从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后方。我的后方这位戴帽子的，那2位戴帽子的哈，两位戴帽子的，好，那这2位是军人，是军人，那他们也都是爸爸。在第一天之后，我才知道他们一个有4个儿子，一个有5个儿子，好，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哈。好，那各位可以从右边这张照片可以看到，他们2个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的身材是很魁梧，然后2个其实都理光头了哈，理光头。那其实我刚刚到营地的第一天，我的心里是很紧张的哈，很焦虑的，因为在国内参加幕章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大概知道说幕章训练的流程，我也知道说它是很紧凑的，所以其实除了语言上面的压力之外，在时间上面的一个紧迫性哈，其实在让我在这个参加课程之前，我也觉得很焦虑。再加上说我到营地之后，我看到我的队友，我其实很害怕，很害怕。我看到他们之后，尤其他们一开始哭哭的，不大有互动的时候哈，我其实是更焦虑哈。但是一直到活动就是到第一天的第1节课、第2节课之后呢，我们就聊开了哈，就聊开了。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一开始我看到他们2个，我非常的紧张跟害怕哈，因为我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 escape from the jail？那说你们是不是刚刚从监狱出来？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很紧张的哈。然后没想到他们两个也是爸爸。那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交流了很多，除了童军之外，也有跟童军除了童军之外，还有跟家庭、跟工作上面有关的事情。所以那几天其实我真的过得非常的愉快。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我说的 team ladies，好，就是除了2个、3个工作人员之外，我们有5个小队，每个小队只有1个女生，所以总共有5位女性，只有5位女性学员来参加。好，下一页。那这个是有一堂课哈，有一堂课，他要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他播了一个《十月的天空》，好，《十月的天空》的这部电影，然后要我们去讨论一个 Scout Leader，好，Scout Master，你扮演的角色是 Coach 还是 Advisor 还是 Mentor？那这几个的差别是什么？那这个我把它提出来这边讲，是因为我自己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哈，所以我从这个讨论交流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心得了哈。好，下一页。那他们玩的一个游戏哈，叫做从字面上哈，从字面上你可以看到，哎，字好像看起来很接近，但其实它就是你自己赢，还是大家都赢？好，那大家都赢哈。他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让大家来体验这个过程哦。好，下一页。好，那这边哈，我特别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在每天早上，哈，每天早上都会在升旗的时候，从右边这边可以看到，所有人哈，那所有人就是所有人会跟着这个我们常讲的服务小队哈，服务小队他们会在前面，就每个人手摸着那个旗杆哈，旗杆之后举起右手3指来重复 Scout Oath，好 Scout Oath，好，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在每一天的升旗典礼的时候，让我们用不同语言来重温我们的同居诺言。所以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只有我一个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就我一个在某一天的升旗典礼当中，以中文在那样的场合重温诺言，所以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哈。那这里哈也跟各位怎么样算也算题外话哈。那这边照片看起来也不是很清楚。那这个是他们的升旗典礼，那天刚好轮到我们小队，我们小队来负责来做升旗。那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人注意到哈，右边这边可以看到，除了国旗之外哈，有一个东西被升上去了，好，有一条伙伴的睡裤被升上去了。好，那在这个升上去的过程当中，所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笑成一团。好，那因为国情上面的不同，那就 BSA 他们的讲法认为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升旗典礼当中，撇开你说你对国旗的尊敬之外，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当中 catch your eyes，就是让你知道你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好，好，下一页。那我是不大敢想象说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台湾会是什么样子的后果哈。好，下一页。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他们的萤火跟他们的算是前进集会。好，萤火的话，也就是没有人要你准备节目，你愿意下来你就下来，那你愿意跟小队一起就跟小队一起，那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加入，看你要去做交流，然后去讲故事，还是要去跳舞，好都可以。那另外就是他们有一个仪式哈，就是在萤火过后，他们要把一些旧的国旗，好旧的国旗。透过你一个念导，就是你念过这个导文祝导文之后呢，会在那个公开的场合当中，把旧的国旗在那个过程当中，再把它放到这个火里面，里面去做处理。它跟我们的木杖训练有什么不同？作业准备在一开始就不一样，课程运作方式也不一样。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打过一次的绳结跟工程。好，但另外就是软硬实力的培养哈，再来就是对我们来说哈，它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呃软实力上面哈，就是 leadership 上面的一个训练啊比较多，再就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支持。好，下一页。那这个是左边这个左上角这个是我的木杖辅导国会团长，那右边这个是BSA 的 Scoutmaster，就是当时让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受邀去参加美国童军木杖训练的这一位 Scoutmaster。好，那下面这2张是
当时在当时在 BSA 好，这是获颁美国同学幕章的照片哈。下一页。好，第三个是传承的部分哈，我想用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点哈。下一页。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一切都是很顺利美好哈？那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跟挑战，那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到瓶颈哈？那下一步该怎么走哈？那我也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灰心动摇过，有一段时间也短暂的离开过童军活动一段时间。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幕章证书上面会看到最下面有一句话：使下一代胜于这一代。好，下一代胜于这一代，以及我们的 Watson 的那个 banner 哈，Scout 下面一句叫做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当时就有伙伴提醒我说：难道你忘了吗？好，难道你忘了吗？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是什么？难道你忘了吗？好，到下一页。那跟知营团长哈先说声抱歉哈，我到他的，因为我有一天看到他的 Facebook，他 po 了一篇文章，好 po 了一篇文章我有很大的共鸣了哈，所以我就截了这张图，好，他说我们要让出舞台，要让出舞台，让新世代进驻跟接手来扮演这个新的戏。那刚好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我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就马上就截了这张图下来哈。那右边哈，这里是我们平常讲的 leadership，可能就是团长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不是真正的 leadership。真正的 leadership 是由很多多元的所组成起来的。好，下一页。好，那这个是三凤团在2020年办理的一个永续环境工作坊，然后把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那是第一次由团内曾经接受过 LNT 的 trainer 的这些种子讲师们，由他们来主导，他们来领导的一个活动。那我在旁边呢，跟其他团长在旁边只是扮演支持的一个角色而已哈。下一页。开始把棒子交出去哈。那以及在2022年的行义罗浮在花莲好3天2夜的迎新活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行义跟罗浮他们自己去筹划跟办理。好，下一页。那这个是事后的活动回馈哈，那我大概也截了一张哈，因为我事后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所以希望每一位孩子都可以给我们一些feedback。那这是当时孩子们的一些回馈，从这边回馈当中可以知道说，孩子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亲自去操作这件事情，他们的感受更深刻。下一页。那这是2023年哈，就是世界环境日的净滩跟水资源的分站活动哈。那当时是我们结合国花的服务计划，所以也是由行义来主导，由罗浮跟服务员来协助他们办理的活动，包括当时净滩地点哈，净滩地点的现刊，整个计划的怎么样进行，分站活动怎么去规划，以及如何去接洽、去交涉这一些需要可能会去接触到的这些机关团体，都由我们的行义罗浮他们亲自去做，亲自去主导这件事情。那我们呢，在旁边就是坚守三不原则，好，就是不多嘴，好，不多嘴，不插手，好，不插手，然后不干预，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成年人的支持啊，就只要说把舞台给青少年，一旦把舞台给青少年之后，就是信任，好，信任跟赋权，好，下一页。那这是三峰罗浮群哈，就是我在开始接手这个三峰罗浮群的罗浮顾问的时候哈，那一开始问孩子们，因为当时的三峰罗浮群知道说有这个群在，但是其实它没有一个很活跃的，或是说一个很持续性的活动，所以当时个别谈了几位就是目前在罗浮阶段的孩子，那孩子们表明说，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继续在罗浮的这个阶段上面继续来活动，所以在一次的活动，他们自己讨论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有小队长哈，小队长。那当时开始他们罗浮群的一个雏形哈，就成型了。好，下一页。
那之后在三峰的春训当中哈，我们的罗福群也从过去可能他只是协助，可能在器材在事务啦，好，在这部分的一个过去从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了哈，就变成说在春训当中，罗福群也有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有自己的活动，好，所以这些过程、这些活动当中，都是由我们的罗福他们自己去做规划，好去做规划。那以及他们自己做了一个三峰罗福群一个超大型 Y 智障的那个信物哈，希望说这个 Y 这个大型的 Y 智障可以作为三峰罗福群的信物，可以一代传一代。好，那在那一次我们有了自己的群长跟副群长，那也有几位伙伴在那次春训当中，通过这个见习罗浮。下一页。那整个过程当中哈，其实成就感来源不是我自己哈，真的不是我自己，还是在于说，这些孩子、这些服务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哈，那其实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跟信心。好，10年磨一剑，一朝落锋芒，指的不是我自己，是团内的孩子们从小到大。好，10年磨一剑，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不容易。好，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以及他们在主导活动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信心呐，哈。那另外就是孩子们其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哈，就是他们的表现其实都远超出于我的预期跟想象。那抛砖引玉，人才辈出，就是我先起了一个头，我起了一个头之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伙伴愿意一起，好，愿意一起，而且这些伙伴们都学有专精哈，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卧虎藏龙，都很厉害。好，那但是他们也愿意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为青少年来做服务。那另外就是我自己感到很开心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我担任游泳军团团长，在团内这几年的服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 coach，也是 advisor，也是 mentor，好，这都是我在团内曾经扮演过的地方了哈。那曾经有在受训的时候，曾经有团长有讲过说，一个团长他再优秀再厉害，你的伙伴、你的孩子、你的罗服不愿意跟你对话，你再怎么优秀、再怎么成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也很高兴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他们的一些困难，好，跟团内、跟顾问、跟团长来讨论跟交流。那我们也很乐于说，把这个舞台给孩子，然后我们就是在旁边支持他，拍拍手就好了。好，那另外就是伙伴认同跟情谊相挺的这一块，我也不得不说哈。那我们其实，在职场上面交办你一件事情下来，你有时候是不得不，你非做不可。可是今天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我们团内的伙伴，我们大家都是志工，好，都是义务服务员，好，大家做这些事情也不会升官了哈，不发财了哈，但是他们却愿意说，因为起了这样子的头，但是他们却愿意说，就大家就一起在这个道路上，就一起为青少年来做努力，这样。好，那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感动生命。即使说只有一个伙伴，因为我的话，因为我说过的一句话，或是一件事情，我办理过的一个活动或计划，因此他而产生改变，对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好，下一页。那最后永续的这一块哈，下一页。永续的这一块其实是要把它分成团跟人啊。好，我们常常在讲永续，大部分都会在讲说，哎，是环境上面的永续。其实对于团务上面来讲，环境上面的永续很重要，但是很重要的一块是人，好，是人的永续，人跟团务这边的一个经营。所以我这边大概列了几个哈，就是我们在做要达到这个人跟团的一个永续上面，我们可能要做到教育啊，然后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与时俱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开创性、创新性的一些做法，所以你要有一个适度的冒险，那要能够适度的交棒传承演替。那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在服务员身上，或者在整个团建立典范。那团务呢，要透过这个稳健经营的方式，那能够很顺畅的，能够有这个对话沟通的管道。那多元融合很重要哈。那主要的一个经验还是来自于我在 BSA 参加活动的时候，
那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BSA， 但是他们却非常包容性的，然后非常多元性的来接纳这个过程哈。那另外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可以透过伙伴关系以及一些社区资源，来多多寻求这些资源跟合作。下一页。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请多指教，谢谢大家。所以没有开麦克风。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小分团长的演讲的这1个小时的内容哈，就是非常的精彩。那我想就是接续呢，这真的是童军伙伴的一个很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资源哈，就是后续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呢，就是也做公开来，让更多的伙伴他们来搜寻，也来受惠这样子。那我们伙伴，我们现在先来开个镜头，我们跟小分团长们这边先来一个合照。那合照完了之后，时间交给大家哦。好，这样子有了。那可以方便开镜头的伙伴，麻烦你们现在就可以把镜头打开喽。有人笑得很开心哈，是因为今天收获满满是吗？好，都可以了吗？那我要拍喽。好，依照惯例哈，要让我们多用手机公开一下。好，3、有伙伴这时间点及时进来哈。好的，3、2。好，那我再来拍，跟大家拍一张哦。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